全球媒体对人工智能 AI 的报道 ，AI 团队进行了分析整理。ChatGPT 应用程式在诈骗狂潮中为 iPhone 使用者推出。英国独立报 ，OpenAI 为 iPhone 用户发布了一款 ChatGPT 应用程式，以说明阻止大量非常流行的 AI 聊天机器人的虚假版本。这款免费应用程式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广到其他国家 ，Android 版本即将发布。该应用程式是第一个出现在应用商店中的官方 OpenAI 产品，包括访问 OpenAI 的开源语音辨识工具 Whisper。某些订阅 ChatGPT Plus 的使用者将获得更高级的工具和更快的回应时间。研究表明，不真实的 ChatGPT 应用程式已经开始充斥应用商店。G7呼吁为人工智慧提供护栏。金融时报 ，G7国家的领导人呼吁为人工智慧的发展建立护栏，特别是围绕其大型语言模型的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在日本峰会上提出了担忧，理由是人工智慧对公民和经济的潜在好处。国家领导人呼吁开发准确、可靠、安全和非歧视的人工智慧，这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更广泛的担忧。本月早些时候，英国和美国的竞争监管机构开始表示计划监管该行业。欧盟最近还同意对人工智慧的使用制定更严格的规则，包括对聊天机器人的限制。而7国集团的数位和技术部长同意将人工智慧政策建立在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保护人权和个人隐私，并以风险为基础，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三星不打算在手机中用必应取代谷歌。加拿大《环球邮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三星电子已暂停内部审查，以微软的并取代谷歌作为其智慧手机的默认搜寻引擎。谷歌和三星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估计每年向谷歌支付30亿美元，成为三星智慧手机的默认搜寻引擎。三星可能转向并的报道导致 Alphabet 股价下跌，尽管预计股价将因这一消息而回升。百度元宇宙负责人辞职，搜寻引擎巨头将重点转向人工智慧。南华早报，百度元宇宙运营负责人马杰已经离开公司。这一离开是在百度转向投资生成式人工智慧之后发生的。截至周五，马杰在该公司的职位无法在内部计算机系统上找到，这表明最近的就业发生了变化。除了监督百度的元宇宙部门外，马杰还负责这家科技巨头的网络安全。最近，百度人工智慧方法的转变是在他们的虚拟环境和用户社区 SheRAM 之后的18个月。虽然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熙壤并没有获得显著的牵引力。同行评审过程需要一些审查。加拿大《环球邮报》作为学术出版基础的同行评审过程正受到威胁，批评其速度、缺乏多样性和透明度，以及淘汰有缺陷的研究的有效性。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选择绕过这一过程，而是在公共服务器上以预印本的形式发表论文。然而，由圭尔夫大学的生物学家创建的一项名为 Peer Premier 的新服务旨在通过同行评审来纠正一些问题。以1100美元的价格，由 AI 演算法选择的3名审稿人将在1周内阅读作者的论文并作出裁决，审稿人每人支付300美元。量子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在1936年提交给《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 的一篇论文被发现包含计算错误时，他违反了同行评审，导致他说他不愿意解决至少一位匿名评论家的评论。中国计划建立区域人工智慧高地和相关技术平台。南华早报，中国将打造区域人工智慧 AI 高地，促进研发。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第7届世界智慧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中国目前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正在通过开发符合审查标准的本土替代品来促进人工智慧的发展和应用，以取代 OpenAI 的 ChatGPT 和谷歌的 Bard 等主要外国服务。包括百度、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商汤科技和科大讯飞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已经推出了国内服务。新的人工智慧设施将包括治理指导和道德规范。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莫言最近使用 ChatGPT 发表演讲。英国独立报，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透露，他在最近的颁奖典礼上使用 OpenAI 的 GPT-3 语言模型说明，撰写了纪念作家余华的演讲。在活动期间介绍余华时，言承认在寻求博士生说明之前，他很难写出表彰书。南华早报，
报道了观众在发现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使用人工智慧来制作演讲稿时发出的可听见的喘息声。在中国，人工智慧的使用受到严格监管，燕可能因透露他对语言模型的使用而面临法律后果。妖魔化的发明，从铁路到人工智慧。德国之声对新技术的怀疑是人类的正常反应。德国之声采访的2位专家表示，尽管创新经常被嘲笑或妖魔化，但技术进步同样引发了担忧和恐慌。技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瓦特 （Christian Fato） 将对新技术的怀疑归因于缺乏知识或理解，害怕失去控制，甚至情绪化。慕尼克德意志博物馆研究负责人赫尔穆特·特里施勒 （Helmut Trischler） 强调了区分理性评估与对技术的非理性、不受控制的防御性的重要性。瓦特认为，关注是合法和必要的，恐慌通常会导致不受控制的反应。Trischler 表示，对人工智慧 AI 的恐惧只根于技术的复杂性及其创造的匿名性。法特警告不要对 AI 的非理性全面恐惧，预测机器学习将使人类的努力变得多余，或机器将接管世界的担忧不会成为现实。苹果将 ChatGPT 添加到 iPhone 中。悉尼先驱晨报 OpenAI 为 iOS 设备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式，可以访问其 ChatGPT 聊天机器人平台。虽然该平台已在程式设计和其他需要语言功能的系统中得到广泛使用，但该应用程式将 ChatGPT 带给了消费者受众。虽然没有添加任何新内容，但该软体使 ChatGPT 更易于访问，打开了特定于行动装置的功能，如小部件，并在各种设备上同步聊天记录。ChatGPT 语音用程式一样是免费提供的，但付费订阅者可以获得更快的回应时间和优先访问新型号功能。聊天机器人通常有3件事：回答谷歌尴尬的查询，创建可能需要多次搜索的解释或摘要，并充当某众私人助理或校队员。然而，聊天机器人偶尔会产生幻觉输出，有时基于少量资讯甚至虚假资讯。问我任何事情，聊天机器人即将进入您的手机。澳大利亚时代报 OpenAI 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式，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其 AI 驱动的 ChatGPT 机器人。在发布时，该应用程式仅在美国和 Apple iOS 设备上可用，但该公司表示即将推出全球版本和 Android 版本。ChatGPT 只在程式设计使用或为需要语言功能的其他系统提供支援，但可以更广泛的采用，因为它允许使用者快速轻松地查询 AI。ChatGPT 应用程式要求使用者使用 OpenAI 账户登录，并且没有广告。人工智慧可以被监管吗？金融时报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政策制定者在监管人工智慧 AI 系统方面面临两难境地。自主生成文本或图像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很难监管，因为它是不可控的。监管机构此前一直专注于控制该技术的高风险应用，例如在医疗保健领域。但是，随着 OpenAI 的 GPT-3 等通用 AI 聊天机器人的出现，共识正在转向规范 AI 模型本身。专家们正在讨论如何在不阻碍创新的情况下将良性用途与有害用途区分开来。可能性范围从限制最强大的技术版本用于限制使用到使大型语言模型 LLM 受到直接监管监督。人工智慧发展太快，71%的《每日电讯报》读者认为。英国《每日电讯》《每日电讯报》对超过32000名读者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太快了。虽然一些读者持乐观态度，称该技术是一种使自由成为可能的技术，但其他人则持怀疑态度。有人担心人工智慧的发展可能会创造一个高技能、高薪精英的新时代，并为那些没有专业技术技能的人提供更少的就业机会。其他人则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危机，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大。Twitter 指责微软滥用其数据，预示住一场关于人工智慧的可能之争。美联社 Twitter 拥有者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呼吁对微软进行审计，因为据报道，其应用程式之一在没有通知该公司的情况下从 Twitter 访问了资讯。马斯克的律师已经就微软涉嫌滥用 Twitter 用户数据发出了要求函，尽管这家科技巨头与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关于数据如何使用或去向的细节尚不清楚，但马斯克表示，微软已经使用 Twitter 数据来开发人工智慧语言系统，称这是非法的。
苹果限制使用 ChatGPT。路透社，据报道，苹果已禁止其员工使用外部人工智慧 AI 工具，包括 ChatGPT。据信，这家科技巨头担心使用这些应用程式的工作人员泄露机密数据的风险。苹果还建议不要使用 GitHub 的 Copilot， 它可以自动化软体代码编写。东京警告说，人工智慧将考验人们对民主的信心。金融时报，日本数位大臣河野太郎 Taro Kono 表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民主政府可能会面临生成人工智慧和控制人工智慧的恶意分子的破坏性力量。河野太郎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人工智慧可用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和日本大选以及美国总统竞选，以破坏政府的稳定。河野太郎补充说，政府需要考虑如何维持人们对民主的信任。人工智慧是广岛 G7 领导人会议议程上的重中之重，还讨论了缺乏跨国界数据流动的全球监管框架的问题。英伟达、AMD、美光引领晶圆板块走高，人工智慧日本成为焦点。路透社，晶圆制造商英伟达 NVIDIA Corp、 先进微设备 Advanced Micro Devices 和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的股价周四大幅上涨，创造了一个表现出色的晶圆市场，因为投资者正在寻求投资人工智慧的方法。Synopsys 的股价上涨 8.7%， 此前第三季度利润预期好于预期，原因是人们更加关注业务中的人工智慧和自动化。美光股价上涨 4.1%， 此前该公司宣布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日本投资高达37亿美元。虽然有扩大产能的推动力，但投资者认为晶圆制造商是人工智慧投资的关键，因为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投资。原为其宣布 AI 训练和推理晶圆专案。路透社，据社交媒体巨头的发言人称， Meta 正在内部开发用于人工智慧工作的定制晶片，包括其元训练和推理加速器 MTIA 专案。该公司过去曾因其对数据的处理而受到批评，而其内部开发大规模推理晶圆的计划此前已被放弃，转而采用一个更宏伟的系统，该系统也可以进行培训。MTIA 由 RISC-V 架构提供支援，在低复杂度和中等复杂度模型的早期测试中看起来很有希望，尽管据说其开发人员一直在努力处理复杂的模型。数据中心专案包括新的网络和冷却系统也已经宣布。很快，人工智慧将运营公司机器人导演的崛起。加拿大环球邮报，战略股东咨询和治理公司 Keystone Advisors 的首席执行官伊恩·罗伯逊 Ian Robertson 表示，人工智慧 AI 已被用于支援董事会和企业决策流程，例如验证新机会、审计年度报告以及并购中的尽职调查。世界经济论坛认为，到2026年，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进步，公司治理将越来越多地支援公司董事，或者完全取代他们。计算能力的势头、人工智慧和数位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董事与机器人董事分享决策权的新时代。罗伯逊质疑目前的法律策略如何适用于机器人导演，以及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增强智慧。他建议，如果人工智慧的使用增加，公司法律和治理框架将不得不适应新的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利用 AI 的力量应对金融犯罪。FT 评论版，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阿德纳·弗里德曼 Adina Friedman 表示，银行应该在数据方面进行合作，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共用来自其网络内外的资讯来改善对金融犯罪的斗争。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金融犯罪的增加部分是由于限制银行使用数据和技术的法规。弗里德曼谈到了纽约交易所自己打击金融犯罪的方法的好处，其中来自2400多家银行的数据与先进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结合使用。监管机构还应该允许银行使用数据及来打击犯罪，并采用基于云的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慧是新的 ESG 领域。金融时报，摩根士丹利表示，正在进行的人工智慧辩论就像讨论 ESG 资产的早期阶段。在 ESG 中，投资者将其投资组合分为 ESG 积极和 ESG 消极叙述，然后以新范式重新评估其持股的终端增长。新兴的人工智慧投资可能会经历同样的分叉过程，围绕盈利预期、获利率假设和终端增长存在问题。与电动汽车的兴起相比，最初是有利的，但人工智慧的颠覆范围更广。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希望简化预测过程，
依旧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进行对话。巴菲特支援的 Nubank 将人工智慧投资作为重中之重，首席执行官说。路透社，巴西数字银行 Nubank 表示，他认为人工智慧 AI 是一项高度优先的投资，目的是展示人工智慧在拉丁美洲扩张时可以为客户带来的价值。首席执行官 David Velez 表示，该银行的技术重点超出了其应用程式，并表示他预计客户在不久的将来将通过自动驾驶汽车与银行进行沟通。此外 ，Nubank 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蒂娜·琼奎拉 （Christina Junqueira） 表示，该银行预计将在2023年底前在哥伦比亚推出数位支票账户。他还认为，墨西哥目前比巴西拥有更大的增长机会。谢谢收看 AI 简报。